下一秒，大量的记忆涌入脑海之中，她穿书了。女主叶荣月是叶家的养女，从小天资出众，又有锦鲤命格，叶家全家宠她入骨。而叶家亲生的叶玲珑资质平平，还嚣张跋扈。叶玲珑心生嫉妒，用尽手段迫害叶荣月，最终被叶荣月废除了一身修为，后被叶荣月的爱慕者万箭穿心而死。你有何不服？我不服我爹娘偏心，我姐姐她天资出众，日后必定大有成就。我爹娘只给我一人准备了1个灵袋、10颗灵果、100枚灵石，我姐姐却一样都没有，对她非常的不公平。虽然她是养女没有血缘，但养这么多年的感情那是有的，不能这么对她。混账！就连我们都拿荣月当成心头宝，你们怎可这样委屈她？这些东西他们确实是准备了，但那都是给荣月的呀。哦，这件事情啊，是我们的疏忽，回去我们一定会给荣月补上的，绝不会让她受半分的委屈。你们是怎么有脸说这话的？先前没有准备，已经是让荣月受了委屈。灵果和灵石要翻倍，灵果灵石翻倍，这叶家要倾家荡产啊！好，我们一定会加倍补偿给荣月的。既然如此，这事就算过了。授徒大会继续进行。从今往后，大家各自安好。未来他有灵石灵果傍身，到新宗门里混日子，远离叶荣月，总不至于过得太差。哎，等一下，刚刚大会上说愿意收下他的这个最差的宗门叫什么来着？好像叫清玄宗。清玄宗在原著中赫赫有名，提到他的次数几乎不亚于七星宗。这本书里所有的大反派全都出自这个宗门，可谓是人人反骨，满门反派。更可怕的是，清玄宗的所有大反派全都死于叶荣月之手，这意思是最后他还是逃不了被叶荣月干掉的命运。玲珑，你这个败家子，刚刚在那么多人面前说什么胡话啊？我说的不对吗？你们是准备了那些东西啊？当然不对了，那些东西我们准备了没错，但都是给荣月的呀。你的那份就别要了，我再补一份凑成双倍到荣月那里，否则答应了做不到，他们七星宗会对荣月有想法的。可你们答应了做不到，我的宗门也会对我有想法啊。你也不看看收留你的那是什么宗门呢？叶家主，你觉得我们清玄宗是什么宗门呢？清玄宗是修仙界的大门大派，不是无等凡人能够随便评说的。刚刚的冒犯，希望您能海涵。您说错了，清玄宗连同掌门弟子在内，人数总共不超过15，算不上什么大门大派。不过您刚刚有句话是没有说错，答应的事情做不到，七星宗确实会对叶荣月有想法。同样，你们应承了叶玲珑的不改了，我们清玄宗也是会有想法的。您看，1个灵袋、10颗灵果、100枚灵石，全在这里啦。能，数数，少一个的话，我让他们10倍赔偿。哇，这就是反派的作风啊！专治各种假仁假义、假惺惺，连坏都坏得这么直接，没少。那行，我们走。哎，大师兄，你等等我。谁跟你说我是大师兄的？你不是大师兄？叫师傅。啊？我是清玄宗的掌门，也是你师傅。哎，愣着干什么呀？叫师傅呀。师傅。看你这表情，是对为师有什么疑问吗？有，身为一宗掌门，您为什么比别人年轻那么多？没听说哪派的掌门只有20岁出头。等你进了清玄宗，你就明白了。承蒙师傅不弃，愿意收我入门，让我在这修真界有个依靠，打人打得玲珑不会忘记。你以为我招你入门是因为你没人要吗？难道不是？我清玄宗也是有门槛的。喏，我们是按颜值招人的。你看，那些个歪瓜裂枣的，休想进我清玄宗的门。虽然，但是人家也没想要进咱清玄宗嘛。走吧，今年就收你1个，直接跟我回宗门就行。只见华修远大手一挥，一把灵剑落在他们脚下。上来。叶玲珑跟着华修远上了灵剑，他御剑飞起，直上碧空。半天的功夫，华修远带着叶玲珑在清玄宗的大门之外落了地。师傅，我们是要走上去吗？就你这小身板子，走1天1夜也走不到山上啊！我带你来这里逛一圈呢，是叫你记清楚咱们清玄宗大门的模样，以后啊，可千万别走错了。还有人走错宗门呢？有啊，你三师兄啊，回走错门。
隔壁宗门的掌门呐，3天2头跑来我这里告状。咱这清玄宗多少有些神奇啊！上来吧。华修远带着叶玲珑重新遇线上了山，飞过几个山头之后，华修远带着叶玲珑落了地，眼前是精致又漂亮的一排院子，怎么看都不像是最差的宗门。光是这些打扫的弟子就已经有10来个，而且看他们的穿着并不像是亲传弟子，更像是普通弟子，加上亲传弟子，怎么也不可能门派人数不足15。咱清玄宗也没这么落魄吧？你呢是排行第6，你的院子啊是那个。这么漂亮的院子竟然真的是一人一个。在七星宗一进门就能分到双人间的还是内门弟子待遇呢，外门弟子就只能分到4人间而已。师傅，所以我现在算是清玄宗的亲传弟子吗？所有弟子加上你呢也就是13个，还分什么亲传弟子和普通弟子？咱清玄宗啊没有其他门派那些穷讲究。可这些弟子细数过来也不止13啊。想什么呢？那是你5师姐安排到清玄宗里打扫卫生的仆人。咱清玄宗还是挺落魄的。你大师姐闭关去了，你2师姐带着你3师姐和4师姐下山历练去了，你5师姐呀回家探亲去了，所以清玄宗女弟子如今呢就只剩下你一个了。好家伙呀，刚入门就成了清玄宗女弟子独苗，这剧情妙啊！走吧，现在带着你去见见你的师兄们吧。他人呢？回掌门的话，七少爷到隔壁宗门切磋去了。去了多久？什么时候回来？归期不知，但他已经去了1个多月了，您不知道吗？华修远沉默了。大师兄裴洛白走出房门的时候，叶玲珑忽然有点相信师傅说的清玄宗是按颜值来收徒的。洛白啊，这便是为师今年新收的弟子，姓叶，名唤玲珑。从今天开始呢，小师妹便交由你来教导。她年纪小，修为弱，且资质不算上佳，还辛苦你多费些心思吧。知道了。既然如此的话，那为师便先去忙了。你知道自己住哪个院子吗？知道，刚刚师傅给我指了。那就行，你回去休息吧。那边会有仆人照顾你的衣食起居，若是以后有什么问题的话，来找我便是了。就这样？小师妹可还是有什么问题吗？怎么说呢？叶玲珑觉得问题很大。这是大师兄送你的见面礼，须弥戒指可纳万物，以后你装的东西啊也方便一些的。这玩意儿在修仙界里至少一大宗门的长老掌门才能拥有一个，不但贵，而且有钱也未必能买得到。咱清玄宗竟然如此富裕吗？看着依旧呆愣的叶玲珑，我知你年幼，且到清玄宗会很不适应。若是你想家了心情不好，可以吃点灵果，灵气浓郁的时候呢，人的心情也会好一些的。这袋子里啊装了500枚灵果，你就当零嘴拿着吃吧。这种奢侈的生活是他配拥有的吗？真的不是在做梦吗？裴洛白看到小师妹依旧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唉，这女孩子的心思未免也太难猜了吧。也罢，他从戒指里又摸出了一个袋子。原谅大师兄我对送礼实在是不太在行，这里有1万枚灵石，你喜欢什么就买什么吧。大师兄，这见面礼太贵重了，我怎么好意思收呢？无妨的，我只是怕你不喜欢。喜欢，大师兄送的礼物我都喜欢，我刚刚就是有点反应慢。喜欢就好，你回去休息吧。那我什么时候开始修炼？你想修炼的时候便到我院里来，我会教你的。谢谢大师兄，那我先回院子里去了。好。原来满口灵气浓郁是这种感觉，美味啊！等下，原著里写着清玄宗满门反派不得善终，人人都成了叶荣月步步高升的垫脚石，尤其是大师兄，不但被叶荣月一剑穿心而死，死后他的本命法宝还被叶荣月给捡走了，下场非常的凄惨。不行不行不行，那可是我大师兄。一听说师傅带了个小师妹回来，我就立马赶过来了，没想到竟然还真是小师妹。豆芽菜这么小的师妹，我还以为我的师兄个个都像大师兄那样的身形高大挺拔，像修竹，没想到竟然也有像冬瓜的。嚯，小师妹好一张利嘴，不愧是吃过灵果的，战斗力确实不凡。知道你还来招惹我？那我是来送见面礼的，叫声六师兄，这枚珠子就给你。叶玲珑看了他一眼，笑着唤了声六师兄，叫一声不亏，
嘴巴越甜，礼物越多。这个是胶珠，你往里面注入灵力就能下雨。虽然比不上大师兄给的见面礼贵重，但这个很有趣的，你试试，可好玩了。叶玲珑将灵力注入到胶珠里面，然后两人就呆住了。叶玲珑一脸问号，这也算雨水？这不是跟我额头洗脸水一样的效果吗？就这点灵力啊！传闻小师妹是这次修仙收徒大会的最后一名，传不起我呀。六师兄，这珠子这珠子就是这效果，小打小闹逗你一笑罢了。六师兄，师傅是真的不会教我们修炼吗？不会，他从来不管我们的事情。那他每天做什么？谁知道呢？他把我们丢在这里，自己住另外一个山头。每次去看他的时候，不是在练字就是在喝茶，日子过得比乡下老头还要悠闲。可是如果大家都不修炼，万一以后遇到强敌，我们门派怎么办呢？师傅他一个人能强大到击退所有敌人吗？师傅，你指望他，还不如指望大师兄呢。他一个金丹出去迎战，他不嫌丢人，我都嫌丢人。啊？那大师兄是什么修为？元婴啊。你当心点啊，吃个灵果都能翘2次，你是喝奶长大的吗？大师兄如今已经是元婴期了，若这3年他刻苦修炼突破到化神期，那叶荣月拿什么跟他打？拿头打吗？小小叶荣月也敢弄我大师兄？任你天赋再高又如何？不就是卷吗？我卷不动，我让我大师兄去卷啊！说干就干。叶玲珑第2天一大早便出现在了裴洛白的院子里。他不是收徒大会最后一名吗？怎么看起来比第1名还气愤呢？你真的要开始修炼吗？叶玲珑使劲点点头，脑袋上的2个小揪揪跟着他一起晃。好，那你把手伸出来，让我看看你的灵根吧。一道灵力犹如脉络一般缓缓地注入他的掌心之中。你是木水火3灵根，灵根虽然杂了一点，修炼呢会比别人困难了一些，但这也就意味着你未来可能性比别人更多。只要你愿意努力，一定不会比别的人差的。叶玲珑一愣，这大师兄这是在安慰他吗？以前所有人都觉得他是个废物，不应该浪费资源浪费力气，可刚认了1天的大师兄却不这么说。他说他的可能性比别人更多，他说只要努力他不会比别人差。小师妹，我从最基础的心法开始教你，开始会有些难，若你一遍学不会的话，那我们呢就再多学几遍。知道了，谢谢大师兄。你尚且年幼，修炼对你来说呢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这样吧，若你今天能够背下这套入门心法的话，我呢便再给你100枚灵果。若是你3天内能背下心法，我便给你50枚，可好？大师兄这是用哄小孩的语气在哄着他呀，听起来好温柔好耐心啊。那学习之前呢，先奖励你吃1颗灵果吧，吃饱了才有力气学吗？这是什么教育方式啊？人还没开始学，奖励就先到手了。换了个懒惰的，现在就已经开始摆烂了。他压根就没想过要好好教育，光宠着就行了。大师兄，按照约定背下来的才有灵果，你不可以提前给哦。是，小师妹说的对，大师兄以后呢一定会遵守约定的。那我们就现在开始背吧。回想起来真的好好看啊！我现在给你念心法，你一边背啊，一边按照心法的内容感受一下是用心法运转内力是怎样的。好。裴洛白速度缓慢又细致地给他讲了一遍心法，讲完之后他收起了灵力。讲解完了，你可都记下了？记下了。好，现在我念一句你跟一句，我们多念几遍，争取把它背下来。大师兄，我已经记下了。在他疑惑的表情下，叶玲珑张口把心法一字不差地背了出来。师兄，我已经可以倒背如流了，不信你听。叶玲珑倒着背给他听。小师妹，这心法可千万不能倒着背啊！大师兄，现在可以把答应的奖励给我啦。裴洛白干脆地把100枚灵果交给了叶玲珑。她这个小师妹可爱又聪明，值得所有最好的奖励。既然你背下来了，那我们就开始下一步吧。你试着按照心法运转灵力，一开始不对没有关系，多试几次就好了。叶玲珑点了点头，她将小手心翻出来，按照心法上的运转，只一遍就把刚刚裴洛白展示的灵力像是交错的线一样汇入一个点的效果做了出来。就这领悟能力，竟然是收徒大会的最后一名。大师兄，是这样吗？是。接下来学什么呢？进度这么快，是裴洛白没想到的。按照进度呢，接下来应该教你剑法了。
把灵力运转到剑法上，拥有一个修炼者的基本战斗能力。那好，我们现在就学剑法。可是呢，我没有给你准备好适合你的灵剑。那我先随便用一把木剑、铁剑都可以。不行，我的小师妹的手上就是应该用一把好剑，这样打下来的基础才最好、最牢固的。那我听大师兄的。这样，你今天回去呢，先把我教你的练熟了。我明天带你去剑冢选一把剑。什么？大师兄明天要带你去剑冢？叶玲珑啃了一口灵果，一脸狐疑地盯着六师兄。去个剑冢反应这么大，难不成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不成？你这样盯着我做什么呀？去就去呗，但你一定要听大师兄的话，不要乱跑，知道吗？六师兄，你确定没有别的话要跟我说？没有。他嘴巴一瘪，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宁明成被他这突如其来的大哭给吓到了。小师妹，你怎么哭了呀？因为你连实话都不跟我说，可没人告诉我为什么危险。我要是不清不出去了，死在哪里回不来了怎么办？呸！你不会死的，大师兄肯定会看好你的。哎呀，还行吧，只要你一直留在清玄宗，你迟早都会知道的。瞬间，叶玲珑收掉了所有表情，继续啃他的灵果。宁明成刚想开口，看到他这变脸的速度，整个人给呆住了。六师兄，你知道清玄宗为什么是整个修仙界最差的宗门吗？因为在修仙界，大大小小的门派都会选择灵气浓郁的地方建立宗门，以便修炼。而清玄宗所在的这片山头，灵气稀薄的可怜，根本不适合修炼。可大师兄都道原因了，因为在清玄宗的群山之下，有一个非常危险的秘境，秘境里面灵气非常浓郁，而且宝物多不胜数。整个清玄宗所有弟子都是在里面修炼的。你刚来那会儿，我不在院子里，就是去秘境修炼了。那，这个给你尝尝，今早我去摘的，这种赤焰果比那些普通灵果更美味，灵气更浓郁。小师妹，你怎么不吃啊？六师兄，摘这赤焰果不容易吧？我听说赤焰果旁边会有个3级的火焰鸟守着。嗨，你六师兄我好歹是一金丹，3级赤焰鸟算什么呀？咱清玄宗果然藏龙卧虎，咱的金丹可不是外面那种普普通通的金丹。所以剑冢也在秘境里吗？是啊，所以我才说那个地方非常的危险啊。在修仙界越多的机缘，意味着越大的危险。清玄宗的秘境好东西多不胜数，所以它有多危险，你应该知道。他终于懂得为什么在原著里叶荣月每次打败清玄宗的反派都会赚得盆满钵满了，想想就好气。叶荣月在家里抢走了他父母所有的宠爱，未来他还要抢走他师兄的所有宝物，最后还要杀死他们。小师妹，你怎么哭了？你胡说，我才没哭呢，我是眼睛进沙子了。我给你吹吹。不要，六师兄，如果一直在清玄宗秘境里面修炼，有没有机会从元婴期突破到化神期啊？有啊，咱大师姐就是化神期啊。叶玲珑瞪大了双眼，清玄宗竟然有化神期的大佬。不过他常年闭关修炼，很少能够见到他。六师兄，我决定了，我明天开始就去秘境修炼。只要他开卷，大师兄必定会陪着他卷。你卷我卷大家卷，卷到最后别说一个叶荣月了，来10个也不好使。小师妹，你可别胡来，跟大师兄取了剑诀筒里面很危险的，你就算要去清玄宗秘境里修炼，至少也要等到金丹期才可以啊。什么金丹期？他拿出刚刚那一枚赤焰果，张开口直接吃了下去，浓郁的灵气顿时萦绕全身，又暖又舒适。他迅速地闭上双眼，按照大师兄教的心法开始吸收转化赤焰果的灵气。他必须要在明天去剑冢之前提升自己的实力，以应对更多情况的发生。叶玲珑心情愉悦地哼着歌，一蹦一跳地去到了大师兄的院子里。你不该告诉他关于秘境的事情，他如今年纪太小了，若他坚持不到金丹就放弃离开清玄宗的话，那师父会对他……小师妹，你来了。清玄宗的秘密怎么那么多啊？我刚到，大师兄，我们是现在就出发吗？走吧。六师兄也要去吗？我们俩一起陪你去。哦，这得是多不放心他呀。只见宁明成掌心一翻，这只是2级的七色鸟，性情温和，飞行速度也不快，你坐它背上，它带你飞，比我们御剑带鸟舒服。哇，这只七色鸟好漂亮！六师兄，你怎么连灵兽也都有啊？这是5师兄送的，他擅长御兽，给每人送了1只。等你5师兄回来，他肯定会送你1只的，到时候挑你喜欢的。哇，我也会有1只灵兽吗？叶玲珑想想就好开心，他这起点早已秒杀叶荣月。走吧。
七色鸟飞起，大师兄和六师兄也直接飞了起来。元婴期的修为不用御剑便可腾飞，他是知道的。可六师兄只是金丹就能自己腾飞，说明实力是真的很强。只见大师兄一人走在最前面，他用灵力画了一个特殊又复杂的符号，将符号送入石碑里面。叶玲珑默默地把它给记了下来。走进密室，他们直奔剑冢。小师妹，你去在这一片地方去找跟你契合的剑吧，找到了就拔出来，我们动作快一些。叶玲珑点了点头，他走了许久都没有找到一把跟他契合的剑，他越走越深，越走越远，一直到忽然听到前方有一道冰冷的声音传来：过来。你谁啊？我凭什么听你的？过来你就知道了。我又不好奇，不知道也无所谓啊。那边沉默了一会儿，眼看着叶玲珑不但没前进，反而后退，到处溜达。你若是不过来的话，我现在就弄死你。哦，你来啊！这小孩怎么这么难搞？你等着。话音刚落，叶玲珑四周围的景象骤然改变，一股强大到足以将他撕碎的力量在他身边席卷着。好家伙，放最狠的话，搞最大的动静，结果就是瞬移一下把自己挪到他面前，这就有点傻了吧唧了。喂，你是这把剑的剑灵吗？哼，算你有眼力。倒也不是有眼力，因为正常人类做不出你这种蠢事儿。愚蠢的人类，你这是在激怒我吗？又傻又凶，还玩不起，这剑他不收。愚蠢的人类都能激怒你，那你这脾气也太不值钱了。说的好有道理，但他还是很生气，怎么办？我要去找一把单纯可爱又温柔善良的剑去，你呢，去等其他人来吧。叶玲珑转身就走，那把剑一下子就急了，他再次使用了他的力量，扭转了空间，使得叶玲珑无论走到哪儿，他面前始终都是他。你是没人要了吗？你这样的做法看起来好可怜哦。我不管，你今天必须要收下我。为什么？你贪图我的美色？这是一颗小豆芽菜能说出来的话吗？他怎么那么不要脸呢？气死贱了！你若是不收的话，我们就耗着吧。可你总得告诉我，你到底贪图我什么啊？你若是收了我的话，这秘境里边的所有宝物都给你取出来。这点诱惑我还抵得住。这点诱惑，那把黑剑气到发疯。这里有多少宝藏他知道吗？你还是直说吧，理由合适的话，我收了你也不是不可以。唉，我想要你的血。他想起来了，原著里他被叶荣月的舔狗万箭穿心而死之后，叶荣月从他的心脏处拿走了他的心头血，但一直到他看的部分，叶荣月都没有拿出来用过，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心头血有什么作用。喂，我已经说了，你赶紧答应我。我的血是有什么特殊之处吗？不清楚，但是我能感受得到你的血液里面有强大的生命力，那是一种浩瀚而包容万物的生命力，可以使得万物复苏，万物生长，万物生灵。这么一说倒是合理。那你刚刚说的只要我收了你这秘境的宝物，你都给我取来，是真的吗？这豆芽菜小小年纪怎么能这么阴险呢？是真的。既然你诚心诚意的送了，那我就大发慈悲的收了吧。话音落下，他割破了自己的手指，将血液一滴一滴地注入到剑身之上。下一秒，黑剑光芒大闪，他整个被一股能量卷起，空间像是破裂了一样，眼前的景象骤然改变。黑剑根本就没有吸收他的血液，先前他只说想要他的血，但却没说这血不是给自己用的。这黑剑比他还阴啊！小师妹，小师妹，我找到小师妹了，她在这边。小师妹，你刚刚去哪儿了？快急死我们了！你有没有事啊？我刚刚就在这里找剑，我哪儿都没去啊。小师妹，你有没有受伤啊？刚刚是发生什么了？你怎么会消失在我的结界里呢？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按照你们的交代，在这片地方找剑，我找了半天，一把合适的都没找到。这是什么？叶玲珑抬起右手，他那一脸无辜的表情骤然裂开。那把该死的黑剑居然在他的手上。这把破剑是我在地上捡的，但是它真的又丑又普通，看着就讨厌，我真打算是扔掉呢。两人看着他，一时之间不知说什么好。那把可不是破剑，至少他们出入那么多次剑冢，没见过比那把更好的剑了。那我们就去找一把漂亮的。我之前看到一把彩色亮晶晶的，你肯定喜欢。他正要拒绝，只见那把黑剑不知何时又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然后死皮赖脸地往他手里塞。这剑是自己选择的，小师妹，它该不会是一把有剑灵的剑吧？黑剑，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来历，但是我小师妹修为尚浅，资质也是一般的，绝不是适合做你主人的人，你可否另行择主？大师兄，你对他这么客气干什么？小师妹，你快下来！我不下，我就踩着，有本事他自己起来。你要是敢把我给摔了，我就跟你没完。话音落下，那黑剑还真就老老实实的把叶玲珑平稳的放在了地上。我不要你了，你走吧。那把黑剑在他面前晃了晃，虽然没开口说话，但意思叶玲珑都看懂了。他在质问自己为何出尔反尔，刚刚明明答应过要收了他的。我就是个小孩子，小孩子说的话你也信，傻不傻？你别晃了，我是不会收你的。你黑不溜秋的太丑了，跟我这种可爱的小姑娘不是一个风格。剑鞘噌的一下拉开，刺眼的剑光带着凌厉的剑气骤然从剑身上爆发出来，看样子是真的生气了。一瞬间的功夫，双方剑拔弩张，气氛瞬间紧张了起来。就在这时，他忽然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他迅速地低下头来，看到了洁白的手腕上不知何时竟然缠了一条小小的黑蛇。怪不得这把黑剑死活要跟着他呢，原来这条小黑蛇在他身上。这时嗖的一下子，那把黑剑竟然绕开了他的两位师兄，冲到了他的前面。他剑光大闪，杀意满满的样子把两位师兄给吓坏了。就在那一瞬间，他手腕上的那条小黑蛇睁开眼睛看了那把黑剑一眼，下一秒剑光大闪的黑剑气势瞬间消弭，然后摇身一变，变成了一把彩色亮晶晶的剑，散发着幼稚又辣眼睛的光芒，就差没自带一首小星星的 BGM 了。震惊于黑剑品味的叶玲珑，这怂的也太辣眼睛了。已经准备好豁出性命去跟黑剑拼的两位师兄，连尊严都不要了，这爱的未免也太深沉了吧！老子竟然要遭这份罪！他刚刚出现是因为察觉到自己有危险。这一刻，他心里想，若是这条小黑蛇需要他的血恢复身体，他也不是不可以养着它。你别闪得晃了我眼睛疼啊！你这个审美真的是离了大谱，一次比一次丑的让人抓狂。换个白色的吧，普普通通就行。彩剑瞬间变换成了通体变白的颜色。行啦，我勉强让你跟着我，可你以后不可以再凶巴巴的。白剑疯狂点剑，你刚刚是不是想杀了我师兄来着？你现在去跟他们道歉。在裴洛白和宁明成惊诧的表情之下，那把剑真的飞过来，朝着他们上下点了点剑柄，表示歉意。既然已经拿到了剑，便离开这个地方吧，这里实在是太危险了。好好跟我交代一下，这是怎么回事？白剑叽里呱啦的说了一大堆，说的都是他之前猜到的，而关于他主人的一切，他一句不提。叶玲珑白了他一眼，我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吗？说。别乱给我起什么破名字，老子比你祖上几百代祖宗年纪都大呢，而且老子是有名字的。那您老人家姓甚名谁？玄影。啊，玄影？怎么？没听说过。这里灵气太稀薄了，你带我去秘境里灵气浓郁的地方，我要修炼。就你这资质，怎么？也不是不能练。至少打败修真里这些小鱼小虾是问题不大的。来，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我说的是真的。虽然你现在只有3灵根呢，但是凭借你的特殊体质，日后领悟更多的灵根呢是不成问题的。如果肯努力，又能遇到好的机缘的话，练全9条灵根也不是不可能。灵根不是越少越好，越纯越金贵？你在说什么胡话呢？1条灵根练顶天了，也是1条啊，能跟9条灵根全部练顶天的人比吗？你们这些小蝼蚁之所以这个灵根越纯越好，那单纯只是因为你们连1条都练不好，更不可能同时练9条了。走，咱们现在就去修炼。在玄影的带领下，叶玲珑重新回到了遇见小黑蛇的那个青莲灵池里。当浓郁的灵气涌上来的那一刻，他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叫嚣。他迅速地坐下打坐，闭上眼睛修炼起来。于是接下来的日子里，叶玲珑白天跑去找大师兄学习剑法，夜晚跑到秘境来修炼，花了3个月时间，把3条灵根一起修炼到了炼气后期。
他不但自己修炼，还每天都在大师兄身边叨叨他，让他也勤加修炼。叨叨他大师兄一见到他就下意识地汇报自己的修炼成果。完了！哎，我说你一惊一乍的干什么呀你？原著中记载，4个月后，叶荣月跟随他大师兄从七星宗出发去西山秘境，解救被小魔头围困的同门。叶荣月是个什么玩意儿？这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小魔头好像叫季子卓。季子卓又是啥玩意儿？快回去找我大师兄！大师兄，裴洛白的脸上闪过一丝紧张。这小师妹是有点可怕的呀。这4个月来，小师妹每天都会跑来找她学剑法。她在一旁练习剑法的时候，她会把自己存的灵果都拿出来要她吃掉，让她吃下之后呢，又要她在一旁利用灵果里的灵气修炼。她练习多久，她就得练习多久，1秒都不能歇。在她勤奋的努力之下，她现在每天只用吃3枚。她算算日子，再拼一些，要不了几天就只需要每天2枚了。想想就好感动啊！在小师妹的高压鞭笞之下，她的修为进步飞快，已经到了元婴中期，差一口气冲击元婴后期了。虽然她心里很感激打了鸡血似的小师妹，但现在看到她还是有些怕的。小师妹，你今天怎么那么早？大师兄，不好了，七师兄他出事了。子卓，他出什么事了？他刚刚送了一只纸鹤回清玄宗，说他在西山秘境遇险，求师门救援。裴洛白眉头微微皱起，七师弟这人平时风风火火的，时常在外面打架切磋，以清玄宗为中心，好几千里之外的宗门全都被他上门挑战过。但他向来奉行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原则，无论是他大获全胜，还是他被人打掉了牙，他从来都是一声不吭，不炫耀，也不报清玄宗的名号，更不会因为自己陷入了危险而求救。所以他第一反应就是小师妹可能看错了，或者是别有用心的外人企图向他们设下陷阱。小师妹，求救纸鹤呢？送到就化成灰烬了。大师兄快走啊，你快去救七师兄，再不去他就要被人欺负死了。哎，小师妹，你别冲动，这件事情有蹊跷吧？问题不大，他是小孩子嘛，冲动涉险很合理吧？才不会有蹊跷呢！你不去我去，我现在就走，我一定要把七师兄给救回来。玄影，裴洛白情急之下只能迅速地追在后面，避免他遇到危险。也罢，他难得有一份维护师兄的心，即便是陷阱又如何，他陪着就是了。裴洛白跟着叶玲珑一路飞往西山。西山秘境每年开启一次开启5天，允许所有低修为的弟子进去历练，是一个极为安全的秘境。裴洛白和叶玲珑在西山上落地的时候，看到西山秘境里确实有力量波动，里面好像真的出事儿了。小师妹跟紧我了，这里是筑基期弟子所历练的地方，里面有不少的1级、2级的妖兽，这对你一个练气期的弟子来说呀，是非常的危险的。叶玲珑一脸认真严肃地点了点头，然后趁着裴洛白不注意的时候，一道灵力打在身后某个树枝上，上面蹲着的那只1级灰鸟身体僵直地从上面掉了下来，1级毙命。3灵根一起修炼，果然很牛逼啊！玄影，赶紧去捡我的战利品。切，捡那些破烂干啥呀？你懂个屁啊！这是我第一次对付妖兽，很有纪念意义的。我呸！我看你啊，就是看我太闲了，没事找事儿吧你。啊，跟了我4个月，你开始长脑子啦？最终，玄影还是跑去给他捡了回来。唉，不要和小孩子计较，小孩子都是幼稚怪，小孩子真的是很烦很烦。不好，他们先来一步了，要出事了。叶玲珑当机立断，从戒指里一把抓住玄影，将他用力一甩，直接扔了出去。玄影眼看着自己马上就要姿势难看的砸到地上，他迅速的借势一个翻转，帅气的插进了人群正中间的土地上，立于众人之间。在下七星宗谢灵异，不知阁下是何人，为何要将这剑送到我们面前？小师妹，好端端的你扔剑做什么呀？啊，我就是随手一扔，我也没想到会扔这么远，谁能想得到他还能立在地上，看起来一副想干架的样子。玲珑，你怎么会来这里？你不也在这里吗？为什么我就不能来呢？我的好姐姐。啊，对不起，我刚刚太着急了，我只是很担心你的安危。你不过才练气初期，西山秘境是筑基期弟子历练的地方，对你来说太危险了。师妹，你不必这样卑微，你又没做错什么，反倒是某些咄咄逼人的人应该反省才是。
你不跟我一样都是练气期吗？怎么我来就危险，你来就不要紧呢？你这话里话外看不起谁啊？是大师兄带我进来的，所以我不会有危险啊。我只是担忧你的安危，你为什么要这样句句针对我？是因为我去了七星宗，而你去了一个不知名的门派吗？我不也是大师兄带进来的吗？他那么大个人，你是看不见吗？你说我针对你，那当初在收徒大会上，是谁公开为你说话，给你讨回了双倍入门礼？我对你的恩德，你是根本没放在心里，光惦记着我刚刚对你了。论对人，他就没输过。还有啊，你说我们是不知名的门派，这话是你师父教的吗？还是说你打心底里就看不起我们宗门？姐姐啊，你一个练气期而已，有什么资格那么狂妄呢？叶荣月这么温柔，她这个妹妹却好凶啊，资质差还这么凶，姐妹俩真是两个极端呢。一个练气期而已，整天的炫耀天才少女，天资过人，我都快听吐了。你这牙尖嘴利的小丫头，休得欺负荣月。她好声好气的跟你说话，你却句句带刺，你这分明就是嫉妒到面目全非。你这种人我见多了，可最后没有一个是有好下场的。哼，我嫉妒他什么？他练气期，我也是练气期，他比我强哪儿？你，谢灵翼被气得七窍生烟，他抬手就拧起了一道灵力，面容严肃的吓人。身为七星宗的大师兄，我绝不能容忍外人欺负我师妹。你若再出言不逊，那我就……他威胁的话音还没落，只见裴洛白抬手就是一道灵力打了过去。谢灵翼眼看着一道强悍的灵力朝着他砸过来，他迅速将手掌心上的灵力转换成一个保护盾，硬生生地挡住裴洛白的出手一击。裴洛白的灵力击碎谢灵翼的保护盾之后，直冲他的面门。叶玲珑不是去了个最差宗门吗？他怎么会有个这么厉害的大师兄啊？大师兄，你没事吧？原本她们姐妹俩的事情，我是没打算参与的。小孩子拌嘴打架，她们自己解决就行了。你倒是好，年纪大她们那么多，还要舔着脸参与进去。你不嫌丢人，那我只好让你更丢人了。什么叫格局？他大师兄，这就叫格局。我不过是警告一下他而已，你却直接动手伤人，你未免也太过分了。你有什么资格警告我小师妹？你算是哪根葱啊？你……再说了，我家小师妹才11岁，年纪小胆子也小，你所谓的警告把她给吓坏了。我会持续关注她的情况的。若是你的警告给她的心灵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害的话，我会亲自登门七星宗的，向你讨要个说法。你们大师兄，算了，我们七星宗的弟子心胸豁达，不要与人计较，别忘了我们的正事。我们是来这里救援同门，切不可因为无关紧要的事情耽搁了救援。原著里记载，叶荣月第一次出宗门历练，来的就是西山秘境。他的同门师兄师姐发现了秘境中隐藏的一个境中境，后来秘境被封锁，他们所有人跟季子卓一起被困其中。叶荣月和谢灵翼打破秘境，救出了他们的同门之后，七星宗的人只认识季子卓，为了杀人夺宝，才将秘境入口封住。于是叶荣月联合七星宗，联合其他宗门的人一起打伤了季子卓，将他抢到手的宝物给夺了回来。从那以后，季子卓封锁秘境，残害宗门弟子，抢夺宝物，无恶不作的恶名就在各个宗门传开了。对，救援要紧，七星宗弟子的命可比什么都重要，请各位让开一些，我要运转灵力强行破除这秘境的入口了。谢灵翼抬起手，正准备运转灵力。慢着，你又想做什么？闹一次就够了，闹几次当真所有人都会纵容你吗？是我在闹还是你太蠢？你知道这里是入口，里面的人也知道，你在外面想着破除，那里面的人更不可能坐以待毙啊！没准他们现在就在入口后面尝试，你直接暴力破除，万一把入口后面的人伤着了怎么办？这点事情我不至于考虑不到，我破了入口之后会收着力，保证不会伤到入口后面的人。让开！既然破除封印的入口，又要不伤着后面的人，这么难的事情你能做到？你相信你自己，但我实在没办法相信你。毕竟你连我大师兄一击都挡不住，一看实力就不怎么样，也就嘴皮子厉害点儿。被戳中了心窝子的谢灵翼顿时黑了脸，他气得浑身发抖，抬起手掌就想往叶玲珑身上拍过去。小小弟子如此放肆，你真当我不敢对你动手吗？你们是哪个宗门的？怎么会教出你们这样无礼的弟子？三番四次阻挠我救我同门，该不会是故意在针对七星宗吧？哼，你能不能别那么大脸，动不动就拿七星宗来说话？我只是针对实力不济的你。你说你会收力，但我根本就信不过。我不会强行让你破除了这个入口，伤到门后的人的。玲珑，你别太过分了，你可以任性，可以怨我恨我，但你不可以拿七星宗弟子的性命开玩笑。再怎么样，大师兄也是七星宗的弟子，他不会害自己的同门，这事也与你们无关，请你们让开。
谁说这件事与我们无关？我七师兄也在里面啊！我眼看你那不靠谱的大师兄要乱来，我不比你们着急吗？我不会让你们强行破除入口的。那你到底想怎样？叶玲珑手指往旁边1丈远的位置指了过去，从这个位置破除。你疯了！秘境入口从来都是整个秘境最薄弱的地方。玲珑，我知道你恨我怨我，可你能不能不要在这个时候胡闹了？人命关天，我们必须要先救师兄师姐。让开点，我要开始强行破除秘境了。就在万众期待之下，裴洛白取出了自己的长剑，不断的往里面注入灵力，然后长剑全力一挥，轰的一声巨响，直接将秘境的外壁给硬生生的划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不知这位师兄是什么修为，是从哪个门派，竟然有如此强大的力量，能够劈开这厚重的秘境外壁？跟你有关系吗？叶荣月站在那里，脸上的表情全碎了。有些人给脸不要脸，天生不识好歹。荣月，咱不要跟这些人计较。没错，师兄师姐的安危要紧，这些都不重要。小师妹，这样可以了吗？可以，非常可以。这时，口子里面传来了一道惊呼声：“喂，快看，秘境壁被强行破开了，我们得救了！但为什么破的是旁边的秘境壁，而不是入口呢？来的不是我们的大师兄吗？他已经能破开秘境壁了吗？”谢灵翼面色一僵，脚步慢了一些。师兄师姐，你们没事吧？没事儿，遇到一个魔头把我们都伤了，好在大家都还活着。大师兄来了吗？快去把那个小魔头拿下，是他封锁了秘境，抢走了我们的炽烈云鸟，还把我们所有人都给打伤了的。听到这话，叶玲珑直接冲到了里面去。什么小魔头？里面还有个小魔头吗？对，他在那边，他叫季子卓。小小魔头竟敢如此张狂，今天我必须要教训你，为我的师弟师妹们报仇。大师兄，我帮你一起。我们也来，今天定要捉住这小魔头，为同门报仇。住手！七星宗的人根本不理他，他只好又从戒指里摸出了玄影，用力一丢，大喊一声：“今晚威胁！”顷刻间，被丢出去的玄影气场全开，气势如虹。他的速度顷刻间超越了冲上前的七星宗弟子，越过叶荣月，赶超跑在最前头的谢灵翼。谢灵翼长剑一挥，用力往前一劈，打算把叶玲珑的剑直接劈断。下一秒，他手中的灵剑在众目睽睽之下断成了2截。啪的一声巨响，剑柄砸在了他的脸上，后脑勺着地，发出了咚的一声巨响，震撼了在场所有人的心灵。幸福也来得太突然了吧，他老早就想揍谢灵翼了。大师兄，大师兄，你没事吧？怎么会这样？太过分了，竟然有人暗算我们大师兄。叶玲珑，你竟然如此蛇蝎心肠，你不会吧？我就随手一扔而已，不会真的有人觉得我一个练气期的小菜鸟能当那么多人的面暗算一个金丹期7星宗的大师兄吧？他伤成这样是拜我所赐的吗？真的吗？我真的这么厉害吗？你又扔剑做什么？你今天已经是第2次了，你这是故意和7星宗过不去是吧？我知道你怨我恨我，可你能不能不要把私人恩怨带到这种场合来？你恶劣的行为不仅伤了我大师兄，还放跑了那个魔头。叶玲珑指了指已经看到动静走到他身后的季子卓。你说的是他吗？他不是没跑吗？你说话之前就不能先睁开眼睛看一下？你这样我很难跟你沟通的。那也不能改变你故意挑衅我7星宗的事实。那是因为你们先不分青红皂白，想要伤害我7师兄，我才拦住你们的。我提醒过你们，叫你们住手，但是没有人理我，那我就只能动手啦。你说这个小魔头是你7师兄？叶玲珑从地上捡起了玄影，抱在手里。姐姐，你好好说话，你要是再侮辱我师兄，我这剑就又要砸出去了哦。他可比不得你们7星宗的精良打造，我这把破剑啊不受控制的。既然你说他是你7师兄，那么他也算是宗门联盟中的人，那请他解释一下，为何要封锁秘境，打伤我7星宗弟子，还抢走我们的炽烈云鸟。7师兄，刚刚他们的一面之词我们已经听过了，现在换你来说一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师兄，她就是我们新来的小师妹吗？是的。她长得好可爱，而且聪明又大胆，她刚刚一直是在维护我吗？准确的来说呢，是他千里迢迢的拽着我从宗门赶来给你撑腰的。季子卓眼睛一亮，师傅这个人平时做事不靠谱，但带回来的弟子每一个都很优秀。小师妹，你很好。7师兄，见面问好的事情咱回头再说，你先把刚刚的事情给说一遍。行，我听你的。1个多月之前，我听师傅说他要参加这一届的收徒大会，
届时会带新弟子回来。我当时就寻思着，有新弟子入门得送个见面礼，直到昨天发现这个西山秘境有异动。我进来秘境之后，发现那只赤烈云鸟，这只鸟的羽毛很坚硬，防御力极强，是难得的做防御类灵器的材料。谁知我在对付这只赤烈云鸟的时候，被他们几个从后面偷袭了。我考虑到他们不过是筑基期的弟子，我也懒得真的下狠手，给了点教训就把他们赶走了。可谁知道这个秘境忽然摇摇欲坠，看起来马上要坍塌的样子。我本想拿着赤烈云鸟就走的，谁知道我到入口的时候，发现入口被他们几个封锁了。我猜他们是怕其他人来分一杯羹，所以一来就封锁了这里面。可谁知最后害了自己，所以我花了不少力气修补这个坍塌的秘境，这才让它停止了坍塌，保住了所有人的命。哼，结果倒好，他们一看自己人来救援了，立即倒打一耙，污蔑是我为了抢赤烈云鸟打伤他们来封锁秘境，现在还带着人一起来围攻我。若是今天大师兄和小师妹没有到，耗尽力气修补秘境的我，今天一定不是他们的对手，只能仓皇逃走，任由他们污蔑。可惜原著里原主没有去清玄宗，而是硬跟着叶荣月去了七星宗。季子卓出门许久，根本就不知道他千辛万苦去准备的礼物，最后即便是拿到了，也不会有人收。还好这次他来得及时，没有让苦心给他准备礼物的七师兄受那么大的委屈，一切都还来得及。你血口喷人，我们七星宗弟子是光明磊落的，怎么可能会做那些卑鄙无耻的事情？只有像你们这样的下等宗门，才会做出偷盗抢夺的无耻行径来。你污蔑我就算了，还敢侮辱我宗门！季子卓气炸了，他抬起手，运起灵力，就准备当场把这人暴打一顿。然而他还没出手，就见他家小师妹抢在他前头，取出了那一把白色的剑，手一抬就往那个弟子脸上砸了过去。混账东西，竟敢辱我宗门，施我一剑！啊的一声惨叫，收！那把白剑竟然真的就从地上飞回到他的掌心里。我再重申一遍，任何人敢侮辱我的宗门，侮辱我的师兄，我都不会再轻易放过他，就算是光明磊落的七星宗弟子也不行。被叶玲珑这么赤白白的嘲讽，叶荣月心里憋了很大一口气。可你也不能一点道理都不讲。那我就跟你讲道理，你的同门说我师兄封锁秘境，打伤了他们，抢了他们的赤烈云鸟，那证据呢？所有七星宗弟子都可以作证，我们这么多人都看见了，还能冤枉你不成？多久能证明你们的话是真的？叶荣月，你要点脸吧！你们人多有什么用啊？连我都打不赢。咱们凡事讲证据吧，别动不动就我们七星宗弟子光明磊落，我们七星宗人多势众，我都替你们丢人。我七师兄和七星宗弟子都说秘境入口是对方封的，那简单，现在就去秘境入口看一下是谁家的法术，那不就真相大白了吗？叶玲珑抬手往里面注入灵力，想要强行破开入口。只见七彩的光芒闪动，复杂的符文一闪，将他和他的灵力瞬间反弹回去。季子卓见此，飞到他的身后，将他扶住，然后接替他动手，持续不断的灵力注入，让刚刚一闪而过的光芒和符文持续出现，让所有人看了个清清楚楚。这就是七星宗的化地为牢阵，听闻是宗门长老特制给外出历练弟子用的，用在意外情况之下保护他们的平安。阵法封锁之后，从我们这边是没有办法突破出去的，就只能从阵法背面打穿。也就是说，如果刚刚七星宗的人从这个秘境的入口强行破除进入，那这个阵法就会被打穿消失，到时候他们再反咬你一口，那也是死无对证喽。是这个意思啊？哦，怪不得七星宗的大师兄谢灵义刚刚死活要从这里打穿，要不是我拦着证据，就要被你们给毁掉了。到时候颠倒是非、倒打一耙，什么无耻的事情你们都可以做。现在证据确凿，你们还有什么要狡辩的吗？就算是我们用了七星宗的化地为牢阵又如何？那也是因为他仗着自己的金丹期的修为，想要抢夺我们的炽烈云鸟，我们才会出此下策的。对，是他跟我们先抢的，要不是为了争一口气，谁愿意把自己封锁在秘境里？没错，要有错也是他先造成的，而且他的做法更恶劣吧？我们都没有打伤他，他却伤了我们。七师兄，既然他们非说赤烈云鸟是他们先抓到的，那你不如大方点，把赤烈云鸟还给他们。这小师妹也太对他的胃口了。行，那我就还给他们。接好了。季子卓一抬手，将他刚刚用灵力圈控制的赤烈云鸟给放了出来，直接丢往七星宗弟子的方向。呼的一声喷火声传来，炙热的火焰和强大的妖兽法力全部朝着七星宗弟子的方向迸发了出去。快躲开！不知谁大叫了一声，七星宗的弟子吓得四处抱头鼠窜。住手！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伤人？他们若是有个三长两短，他们就是现在当场全死光了，那也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们刚刚大言不惭地吹嘘着赤烈云鸟是他们抓到的，先不论他们有没有撒谎，我们可是大度的先把赤烈云鸟还给他们。至于他们有没有那个能力收，那就不是我们需要关心的事情啦。玲珑，
让你师兄收回这只赤烈云鸟吧。以他们那些微末的实力，绝不可能先抓到赤烈云鸟的。哦，你这是承认他们撒谎了？是，他们撒谎骗人，还诬陷你七师兄，证据确凿。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其他宗门的师兄师姐都听到了，给我们做个见证。其他看戏的宗门弟子纷纷点头，表示自己可以作证。七师兄，把咱的赤烈云鸟收回来吧。行，我听小师妹的。大家御剑飞起吧，我们到那边去看看。我的天哪，叶荣月竟然可以御剑飞行，他才练气期啊！哇，这就是这届收徒大会的第1名吗？钱晨庆说过，在西山秘境的镜中镜里有一个灵气浓郁的石台，就在西南方向。虽然都是练气期御剑，但叶玲珑这可比叶荣月那小心翼翼的低空飞行厉害多了呀！这就是收徒大会倒数第1名的实力吗？人家小师妹好厉害呀！是啊，小师妹她非常的厉害。当然大师兄也厉害，几个月不见，大师兄的修为有所见长，竟然连秘境的外壁都能打破了。裴洛白一怔，这件事情其实他本来是做不到的，但被小师妹每天盯着疯狂修炼了4个月，日夜兼修，不敢懈怠。其实还是小师妹更加厉害一些的。以后你就知道了。我回去一定会好好的跟小师妹相处一番。一言为定。大师兄这话怎么听起来像是怕他反悔似的？快飞吧，别把小师妹给弄丢了。忽然间，前头一个红色的身影一闪而过，叶荣月瞬间抬起头来，看到了飞在他前面的叶玲珑。叶玲珑，不会就是朝着西南方向那个灵气浓郁的石台去的吧？这宝地的灵气是会被吸空的，吸空之后要花很多年才能重新聚集，但很快叶荣月就看到叶玲珑在前面不远处落了地，稳稳当当的站在了那个石台的正中央，挥着手招呼他的2位师兄。那一瞬间，叶荣月咚的一声从灵剑上摔了下来。眼看着叶玲珑坐在了石台上，而他的师兄也陆续到达。石台不算大，但容纳4个人也不难。于是叶荣月在裴洛白和姬子卓惊诧的目光之下，硬生生的挤了上去。他一上去就坐下来，闭上双眼打坐修炼。这还是他平生第1次这么不要脸的凑上去跟人家抢位置。师妹她这是做什么呀？师妹在尝试突破筑基期，我们不要打扰她。这里灵气浓郁，大家原地坐下打坐疗伤，安心等她突破结束。什么？师妹竟然要突破筑基期了？她才入门4个月呀，这是什么魔鬼速度啊？这就是收徒大会的第1名吗？她应该是他们这一届新弟子里边第1个突破筑基期的吧？这个镜中镜不算大，不少人发现这一片灵气浓郁之后，也纷纷赶过来。叶玲珑佩服叶荣月的脸皮，也佩服他对修炼和变强的执着。大师兄、七师兄，咱们也快点坐下修炼嘛。裴洛白和姬子卓愣了一下，在众目睽睽之下，跟一群筑基期的抢灵气修炼。师妹，我跟大师兄好歹一个金丹，一个元婴，就不需要修炼了吗？金丹之上还有元婴，元婴之上还有化神。你们若不抓紧一切机会修炼，未来若是我闯了祸，那谁来救我？他葡萄般黑亮的眼眸里隐隐闪动着泪光。可是大家都是筑基期啊，你们更要抓紧。你们看我姐姐，她宁愿遭受白眼，那也要强行挤上来修炼，她都不要脸了，你们还端什么架子啊？旁边的叶荣月身体抖了一下，她强忍着暴躁，只要她突破了筑基期，所有的嘲笑终将变成笑话。裴洛白默默地叹了一口气，罢了，只要小师妹不闹腾，脸面不要便不要了吧。于是裴洛白原地坐下，开始打坐修炼。大师兄，这是什么情况？平时整个清玄宗不是就他最高冷、最有原则、最有格调吗？大师兄，七师兄，大师兄已经带头做了榜样，你还不跟上啊？这算什么榜样？这是能学的吗？我懂了，七师兄是看不起我，不愿意陪我修炼。也罢，你一个金丹期高高在上，我一个炼气期渺小卑微。既然如此，叶玲珑的话到一半，季子卓嗖的一下坐了下去。一
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的嘛，我来加入你们啦。于是叶玲珑也跟着坐下，闭上眼睛开始吸收灵气。又一个人的加入，让叶荣月那个原本就皱着的眉头，这是皱成了一团。本来突破筑基期就很难，现在还有那么多人跟他抢灵气。正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切的谢灵义急得不行，他走上前去，在叶荣月的身边，用七星宗的符纸在他身边布了个法阵。天哪，这是咱们七星宗的聚灵阵吧？这符文好贵的。这聚灵阵的符文只有金丹期以上的弟子换得起，而且还只使得换一张。大师兄是真的很在乎师妹啊。聚灵阵生效，周围的灵气被迅速聚集过来，叶荣月的表情一下子就放松了下来。不愧是大女主，任何情况都打不倒她。叶玲珑叹了口气，抢灵气都抢不过人家，你怎么那么没用呢？我一反派女配，哪来那么多手段跟大女主抢啊？叶玲珑话还没说完，只见玄影光芒一闪，四周围所有的灵气迅速朝着他涌动了过来。就这样，台下许多人就看着台上4个人在那里抢灵气，抢的最多的是叶玲珑，剩下3个差不多平分。就这么一直到傍晚来临，快看，有人结束了！叶荣月睁开双眼的时候，感觉到全身上下有一种清畅舒适的感觉。他终究还是突破筑基期成功，成为了创造历史的那个人。成功了，他真的成功了！4个月的时间，从炼气期到筑基期，从收徒大会最后一名到现在第一个突破筑基期的人，他竟然真的做到了！更可怕的是，他现在只有11岁，11岁的筑基期，我的天哪！叶荣月勾起的笑容在那一刻僵掉了。他们在说什么？是不是弄错了？大师兄、七师兄，我终于不再是宗门里的唯一一个炼气期啦，我现在是筑基期啦。是，宗门里唯一一个炼气期被你给消灭了。你做得很好，回头大师兄啊，再给你补奖励。哎呀，你是你们这届头一个筑基期，这么大份荣耀，师兄给你抓的那只赤烈云鸟根本不够看了。不行，我得重新再给你准备一份更好的礼物，才配得上我可爱的小师妹。今天这事要是传出去，那些个大宗门的长老啊，要悔得肠子都青了吧？到底是哪个宗门的运气这么好，捡回来这么厉害个宝啊？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清玄宗叶玲珑。这宗门之前没听说过呀，他这么厉害吗？啊，我有印象，他们宗门好像人特别少。哎，这个我有发言权，我们宗门就在他们隔壁，他们整个门派的人上上下下加起来都凑不齐15个。师妹，都是我不好，如果我当初兑换的是更高级的聚灵阵，你今天就不会因为灵气不如他浓郁而输给他了。师妹，你要怪就怪我，你不要自己一个人难过。大师兄，我们回去吧，我和他的差距又不在这一天，属于我的，我迟早会夺回来。这才是我师妹该有的样子。我们走。七星宗弟子一声不吭的就离开了。大师兄，被叶玲珑这么一喊，裴洛白莫名的有些慌。怎么了？你刚刚吸收了那么多灵气，你修为有没有进步啊？那天之后，西山秘境的事情被广泛传开了。清玄宗，一个从前名不见经传的宗门，也开始进入修真界众宗门的视野之中。不但因为他有一个能够打穿秘境外壁的元婴期弟子，和一个徒手抓走赤烈云鸟的金丹期弟子，更因为他出了他们这一届新弟子里第一个冲上筑基期的。与此同时，叶玲珑这个名字也被很多人记住了。你快吸吧，玄影说你喝了我的血，身体能够恢复得快一些。叶玲珑话音落下，小黑蛇转头去看了玄影一眼，原本还气势汹汹的玄影瞬间躺倒在桌面上。你别看他没有逼我，是我自己愿意的。你快吸，我手指头都割破了，你要是不吸那就浪费了。小黑蛇转过头来看向他，犹豫片刻之后，张嘴咬住叶玲珑的手指头，身体忽然有一种无力的眩晕感，仿佛他吸走的不只是他的血液，还有他身体里的神秘力量。就在他以为自己快要昏过去的时候，
小黑蛇停止了吮吸，继续用舌头轻轻地舔舐他的伤口。我今天冲击筑基期成功，我是我们这一届新弟子里第一个突破筑基期的，所有人都在夸奖我厉害呢。小黑蛇点了点头，仿佛在说：“你就是很厉害啊，你永远是最厉害的。”我以后还会更厉害的。小黑蛇又点了点头，仿佛在说：“我会一直看着。”很快，小黑蛇的眼皮子盖了下来，露出了一副困倦的样子。哎，主人他又沉睡了吗？装死很熟练嘛，以前没少干这事儿。我这叫能屈能伸。解释一下吧，为什么我刚刚喂血的时候会有眩晕感？这还用解释吗？体虚气弱，说白了就是身体太差，不顶用呗。那怎么办？好在你现在已经是筑基期了，可以修炼灵根对应的法诀。正好你的木灵根已经觉醒，去修炼大重生术吧。等你练成了，主人就该觉醒有望了。大重生术？清玄宗藏书阁里边有，你明天去一趟藏书阁吧。第二天一早，叶玲珑便跑去找大师兄。在大师兄的带领之下，他头一次进入清玄宗的藏书阁。小师妹，这里的书且多且深奥，很不好找，你需要什么样的？大师兄帮你挑选。裴洛白一边说着，一边从书架里抽出了4本书，递到了叶玲珑面前。这4本分别是木系法诀、水系法诀、火系法诀以及基础法诀，最适合你现在入门使用。你且看看。这4本你先带回去看看，有看不懂的就来问我，我再教你一遍。好的。1楼放的都是基础法诀，2楼放的都是初级法诀。等你学会了这4本，我带你上2楼找书吧。3楼呢？金丹期可上3楼，元婴可上4楼，化神期可上5楼。那5楼往上呢？上不去。啊？这藏书阁不是有9层吗？从外面看是的，但内部上不去。我试过，大师姐也试过，至今是没有人能继续往上走的。叶玲珑点了点头。这里除了属性法诀之外，还有很多的剑法诀、炼气法诀、炼丹法诀、画符布阵，想学什么东西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对应的书本。这么厉害？这是我见过最全最大的藏书阁。上修真界没去过不知道，但至少在下修真界是无人能敌的，就连七星宗也是不能的。这要是被外人知道了，咱藏书阁连个守卫都没有，会不会被人抢啊？不会的，他们进不来。为什么啊？你以为你现在在清玄宗畅通无阻，是因为他没有禁制吗？难道不是吗？当然不是。师父带你入门的时候，给你了清玄宗弟子的标记，有了它，才能在清玄宗畅通无阻。不同于其他宗门入门时所发的名牌，只做识别身份用。清玄宗的弟子的标记是很特殊的。有多特殊？说不清楚，我现在只知道它能让我们在清玄宗里面畅通无阻，其他的作用我还没见过。叶玲珑点了点头。大师兄，你听说过大重生术吗？裴洛白一愣，这名字很陌生啊，但听着便不是什么基础法诀。你从哪里听来的？这本书我没见过。这结果叶玲珑倒是不意外，毕竟能从玄影口中说出来的书必定不凡。大师兄，我还想在藏书阁里待一会儿，你快回去修炼吧，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句句都提修炼，也不必这么争分夺秒吧。行，那我先回去了，你自己在这里找一找，还有没有什么需要的。如果需要帮助的话，你就喊我。好的，谢谢大师兄。裴洛白走了以后，叶玲珑直接从1楼跑到了5楼，最后在5楼通往6楼的楼梯前面停了1秒钟，然后便一脚踩上楼梯，兴奋又好奇地走了上去。大师兄不是说5楼往上就上不去了吗？他怎么随随便便就上来了？这时他看到前面不远处还有楼梯，
于是他好奇又胆大的继续往上走。这一次他依旧是轻轻松松的上了7楼，一点阻碍都没有。全部找过了，1到5楼没有大重生树，果然和我猜想的一样，这个秘籍肯定不会放在全面开放的区域，毕竟即使是在万年前，大重生树也是至高的法诀。啊，玄影，你让我练的大重生术是清玄宗的至高法诀？是啊，你就这么看得起我？玄影愣了一下，我只考虑到主人有大重术的治疗，能够恢复得更快，忘了考虑你的资质气差了。算了，我回去睡觉去。哎，别走啊！至高法诀跟其他法诀不一样，学习它是没有修为限制的。你反正都要学法诀的，为什么不挑最好的呢？你大师兄给你的那几本，你真的学得下去吗？走吧，下面5层找不到，那就去上面看看。马上就要到8楼了，8楼没有，那就9楼再看看就是。说完，叶玲珑便跑上了8楼。8楼和6、7楼的布局竟然还是一模一样，他眉头一皱，心底有了疑惑。他迅速跑到书架旁边，去看书架上的标记，5层甲8号书架。果然，叶玲珑好奇地再次走上楼梯。刚刚没感受到有什么异样，但这次再上去，他运转灵力强行注入到楼梯之中。只见楼梯之上，银白色的光芒一闪而过，上面隐隐约约出现了许多复杂的符文，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法阵。是真的有禁制，可惜他的修为实在是太低了，倾尽全力也就只能看到那么一点点，看到了悬在半空中的玄影，然后露出了个可爱的笑容。玄影，看样子以你的实力，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楼梯上的禁制。看是可以看到，但是你想干嘛呀？喂，你别过来啊！我警告你，不要想对我打什么坏主意。你别笑啊，你这样我很害怕的。快，给我运转你的力量，刺激这个禁制，让它显露出来。你看它干什么？它那么复杂，你又看不懂。来，等下，你不会是想尝试破解这个禁制吧？啊？我堂堂一把上古神剑，你拿我当照明灯用？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当玄影第10次用自己照亮整个禁制的时候，叶玲珑喊了一声结束，玄影瞬间啪的一声掉落到地上，仿佛一把死剑。看着满地的图纸，叶玲珑揉了揉他有些疲惫的眼睛，他竟然从白天抄到了深夜，才把这个禁制底层最基础的部分抄了下来，可见这个禁制是真的很复杂。但越是复杂的东西，就让叶玲珑越是兴奋，怎么说也是他擅长的领域。抄完之后，他开始翻阅旁边关于符文的典籍，他从最简单最基础的翻起，一目十行，看得非常迅速，他的记忆力和推理能力是一点儿也没丢。于是他开始拿起笔来，尝试在符纸上画这些符文，1张2张，只见他眼角和嘴角留下了4道鲜红的血。你在干什么？我好像流血了。整个人咚的一声倒在地上不动了。喂，对儿菜，你别吓我呀！叶玲珑不知道自己昏了多久，醒来的时候就看到玄影躺在自己的身侧，整把剑像是被榨干之后死了一样，但相反，自己身体上所有的不适全部消失了。对儿菜，你别慌了，我撑不住了。玄影，你没死啊？拜你所赐，差点就魂飞魄散了。真的吗？哇，我这么厉害啊！你知道画符是一件很耗灵力和精神力的事情吗？你知道你按照你昨晚的那个画法，你一个小小的筑基期，大罗神仙也救不回来吗？哎，所以是你救的我，那说明你比大罗神仙还厉害喽。虽然是在夸奖，但玄影表示一点儿也不想要。你能悠着点吗？别一直画行吗？你想死啊，自己找个没人的地方死，不要死在我面前让我救你，最后把我自己害死了，行吗？玄
玄影刚刚咆哮完，只见叶玲珑将一袋子零食散落开来，放在他的身边，然后随手往他身上贴了几张符。顷刻间，那些零食上的灵力像是不要钱一样，疯狂地涌入他的剑身。哎呦呦呦呦呦！我收回刚刚说的那些话，你只管画，我就是魂飞魄散呢，也会救你的。时间匆匆一闪而过，叶玲珑和玄影在藏书楼里整整待了1个月。这1个月里，他废寝忘食地反复尝试，不断练习，用了无数种计算方法，将这个复杂的禁制一步步剖析开来。一直到今天，他手里拿着一叠符文，走到楼梯之上，在每一个关键点上贴一张。贴完之后，整个禁制散发出金色的光芒，上面的符文清晰可见。叶玲珑拿起玄影，站在禁制最中心的位置，用玄影的剑尖借用他的力量，在禁制中心的位置上画上一个非常复杂的符文。一边画，禁制上的力量一边在不断的侵袭他们。叶玲珑用尽全力，强忍着疼痛和强大的阻力，一笔一画写得坚定而完整。金色的光芒越来越闪，将整栋藏书楼全部照亮。更多的亮光还从藏书楼的窗口迸射出去，使得整座藏书楼看起来像是闪了金光一样。大师兄，咱们藏书楼里怎么会有金光？难道有人在里边？宁明成问道。糟糕！裴洛白这段时间刚找到突破瓶颈的窍门，处于修炼的忘我境界，忘了去看望小师妹了。也不知道他从藏书楼回来没？这么大的动静，不会是他吧？小师妹1个月之前去过藏书阁，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里面。我说这1个月怎么忽然变得那么安静了？原来是小师妹不在啊！我看大师兄这1个月都不怎么在院子里，我还以为你带小师妹修炼去了，没想到你把她丢藏书阁了。话音落下，3个师兄齐齐飞往藏书楼。小师妹！3个师兄惊呼一声，冲上楼去，一直从1楼跑到5楼，都没有看到他们小师妹的踪影。完了，小师妹不会没了吧？呸！你这乌鸦嘴，别咒我小师妹！别说教了，现在从1楼开始找，每一个角落都得找清楚了，一点的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大师兄、六师兄、七师兄，你们是在找我吗？小师妹，你在哪儿啊？你有没有事？我在这里啊，往6层楼梯看啊。小师妹，你什么情况？怎么那么吓人啊？小师妹，你没事吧？大师兄，我没事儿，我就是太累了，休息了一会儿，做了个灵气 SPA。小师妹，你在说什么死趴？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啊？小师妹，这6层的禁制……没错，是我破解的，花了我1个月的时间呢，用脑过度，头发都掉了一大把，唉，可把我给累的哟。他们的小师妹到底是个什么样品种的妖怪？因为阵法真的非常复杂，而这样的人才也非常的稀缺。因为这样的人强大的时候，比剑修法修都还要强大的多，甚至可以以一人之力改变整个天下的格局。小师妹，你现在感觉如何了？大师兄，你低头。叶玲珑随手从戒指里摸出了几张符，啪啪啪地贴到裴洛白的脸上。忽然间，一股被灵气浸泡的舒爽感觉从头蔓延到脚下，全身的毛孔都在叫嚣着张开，拼命地吸收这些灵气。小师妹，你对大师兄做了什么？他怎么不动了？叶玲珑在他的脸上啪啪啪地也拍了几张符，紧接着宁明成也安静了。他没有什么大师兄的包袱，符贴上去没多久，人就坐下了。这下季子卓也忍不住了，直接把脸凑到他的面前。小师妹，你来。叶玲珑熟练的也给他啪啪啪的贴了几张符，下一秒就见季子卓整个人躺倒在了地上，舒服的表情都变了。小师妹真他丫的是个鬼才，这个叫灵气 SPA 的爽透了，符纸一贴全员上天。一直到楼下传来了一道轻微的脚步声，4个人神色一凛，互相对视起来。叶玲珑没发出声音，冲着他们做了个嘴型。咱们清玄宗里还有其他人吗？只见裴洛白严肃地点了点头，
并口型做了回应。师傅，师傅跟咱是不是一伙的？他这话一出，宁明成和季子卓疯狂地摇头，裴洛白略微一思索之后，也缓缓地摇了个头，轻轻一撕，撕掉了其中一张符纸。下一秒，楼梯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6层楼的地板。有人在藏书楼里吗？师傅过来查看一下情况。听不到任何回答，花秋远继续往上走，走上了5层通往6层的楼梯。下一秒，所有人震惊地瞪大了双眼，师傅是怎么走上来的？裴洛白他们几个人呼吸都跟着停了。他转过头来，视线扫过裴洛白他们几个人所在的方向，尴尬地撞了个面对面。奇怪了，他又看了一圈，还是什么也没有发现，然后便转身下了楼。直到听见他的脚步声出了藏书楼，他们才敢松口气儿。奇怪，师傅怎么看不见我们？身后的叶玲珑没有半点紧张的样子，甚至还坐在地上啃灵果。小师妹，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叶玲珑笑着抬了抬下巴。这是隐身符。是啊，我刚刚听到他像是要上来，我就赶紧贴了符，就怕他看见我们。小师妹，你也太厉害了，你怎么猜到他会上来？刚刚可真的吓死我了。你们不是说师傅跟咱们不是一伙的吗？那他能上6楼却不告诉我们，那也很正常啊。师兄，你们快过来看看这藏书阁6楼的机关。季子卓伸手去摸了一下圆盘，只见他刚刚触碰的位置对应的符文亮了起来，于是他又伸手去碰另外一个区域，另外一个区域的符文也亮了。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我怎么完全看不懂呢？亮了又灭是什么意思啊？别再乱碰了，这似乎是一个复杂的机关，需要按对正确的符文才会有用的。如果一直按错的话，恐怕后果会很严重的。有意思。然后他抬手在圆盘上连续按了好几个符文，在他结束按的那一瞬间，所有的符文全部亮起，圆盘中间升起了一个玉简。大重生术。师兄，我找到他了。这就是你1个月之前要找的法诀吗？这是什么法诀？它看起来好强大呀。至高法诀。至高法诀9层之上，至高法诀。叶玲珑话音落下，3位师兄齐齐地倒吸了一口凉气。清玄宗里竟然存有9层之上的至高法诀。师兄，你们想要什么法诀？我帮你们找找看有没有。你会用这个圆盘吗？是啊，上面的符文我看得懂，再结合藏书楼本身的作用以及它排布的顺序，我就知道它是怎么使用的了。它真的不是什么怪物吗？但凡用过手机，他们都不会惊讶于自己上手那么快。每个门派自己的法诀都是独有的，我们并不知道清玄宗有什么独门秘籍，所以也无从寻找。宁明成和季子卓也点了点头，他们从未得到过师父的任何教导，也不清楚清玄宗到底有什么厉害的法诀。没关系啊，这样也能找。很快金光一闪，圆盘中间出现了一本书。大师兄，你看看这本如何？裴洛白接过叶玲珑手中的法诀，看到名字的时候，他眼睛亮了一下。小师妹，你是怎么找的这本书啊？太适合我了，这是一本7层法诀啊。我知道大师兄是精细丹灵根的嘛，然后大师兄还是用剑的高手，最后再根据你的修为所能修炼的法诀筛选一下，那就找到了这本碎金流剑诀。我的好师妹，快帮我找找有没有我们合适的。好嘞。叶玲珑又迅速地在圆盘上操作了一番，从里面找出了一本火系的法诀给宁明成，又找出了2本水系的法诀给到季子卓，2本也都是7层法诀。你们看看怎么样？不行的话，我就再筛选别的条件试试。简直不要太好了，我早就到了瓶颈了，一直在寻觅新的法诀，没想到它来得这么突然，但又那么及时。小师妹，这份大礼师兄收下了，回头再还你一份更大的礼物。季子卓激动地抱着他的2本法诀坐到一边去看。而此时最早拿到法诀的大师兄已经在尝试修炼了。叶玲珑看着他们这么努力，顿时一阵感动，卷起来
全部都给我卷起来啊！在感动之下，他又换了好几个条件，筛选出相近内容的法诀。只见叶玲珑怀里抱着一大叠的法诀。师兄，这些都是我为你们找的法诀，也不多，每个人呢也就10来本。以你们的天赋和勤奋度，要不了多久一定能够学完，不用太珍惜法诀，舍不得学，学完之后我再给你们找新的。不会吧？他不会真的以为练会这些珍稀法诀就跟吃饭喝水一样那么简单吧？叶玲珑将法诀分好，发放到他们面前，就跟发作业似的。我算了算日子，距离5年一届的巅峰舞会还有半年，半年时间你们学完这些肯定没有问题，到时候咱们清玄宗的脸面就全靠你们啦。小师妹，巅峰舞会我们清玄宗从来就不参加。怪不得外面的人谁也不知道我们清玄宗，那么多年了没人参加，我们连个排名都没有，这事师傅也不管吗？不管，他说虚名不重要。他说你就信啊？他还偷偷上6楼没告诉我们呢。虽然我们上6楼也没告诉他，但是清玄宗的名声很重要。为何？你们想啊，上次在西山秘境，要是七师兄报了清玄宗的名号，而清玄宗又是一个叫得上名字的名门正派，他们还敢随便给你扣个魔头的帽子吗？那定然是不敢的啊。可是我时常出门挑战，若一直报清玄宗的名号，会损坏清玄宗的名声的。七师兄，你这话就不对了。你去上门挑战，打赢了清玄宗面上有光，那怎么就损坏清玄宗的名声了呢？可万一我输了呢？那就从现在起把这个万一给消灭掉。叶玲珑说完，指了指他面前的这些法诀，又道：你等着啊，一会儿我再给你多找几本。季子卓浑身一震，整个人呆住了。先前大师兄说过小师妹很厉害，他一直以为小师妹是脑袋上比别人厉害一截，但现在他好像有了新的感悟。小师妹，这不是多练几本法诀的问题啊！你想，七师弟喜欢上门挑战，总是报清玄宗的名号，多多少少还是会给清玄宗带来影响的。季子卓疯狂点头赞同。什么影响啊？说我们是歪门邪道？谁说的？撕了他的嘴！我们可是正经宗门。虽然但是没有哪个正经宗门会去撕了别人的嘴。小师妹，别人不会说我们是邪魔歪道，但提及清玄宗的时候会不再友好的。大师兄，强者不需要朋友，只要足够强悍，世人皆会仰望。叶玲珑顶着这么一张可爱的脸，说出这么霸气的话，着实把3个师兄狠狠地震慑住了。他们脑袋里就有了画面，而且胸中不由自主地沸腾起一股热血。只要他们足够强，高调又怎样？只做我自己，就是这么狂。所以半年后的巅峰舞会，我们不但要参加，而且还要霸榜，让他们知道清玄宗的人少不是因为没人愿意来，而是因为门槛太高，不是什么歪瓜裂枣都配来的。说得好。六师兄，你火系丹灵根都上金丹了，不比那个筑基期的叶荣月强多了吗？你看他现在这么嚣张，没准以后啊还要踩在你头上，拿你当垫脚石，名扬四方，这你能忍？不能啊。这就对了嘛。还有你大师兄，之前我们去西山秘境，我们被七星宗欺负成什么样子，你没看见吗？连你都不能保护我们，那我们……打住！这熟悉的套路，裴洛白已经能够倒背如流了。他惊叹了一声：小师妹想参加的话，我奉陪就是了。哼，共识达成。叶玲珑说完，伸出了自己的小手，放到众人中间，然后眼神示意他们把手叠上来。当中间的手掌叠够数之后，叶玲珑大喊一声：加油！喊的时候很是激情。结束之后，剩下3个人都不同程度的有点懵。这是什么仪式吗？每个人都收获好几本法诀之后，他们离开了藏书楼。小师妹，你那个死趴符可以再给我点吗？听到死霸符，季子卓赶紧冲了回来，就连裴洛白都放停了脚步，转回头。有这么舒服的符纸，为什么要叫死趴这么难听的名字啊？七师兄，准确的来说，这叫灵气死趴。那不还是死趴吗？你纠结这么多干什么？好用就行了。小师妹起这个名字必定是有深意的。
宁明成勾着季子卓的脖子，把他拖走。小师妹，再见。多谢小师妹。裴洛白也道谢离开。不客气，用完了再来找我要哦。除了木系法诀大重生术之外，朝天神剑诀、凤凰神火诀、上善若水诀，还有一本无上心法诀，全都是没有门槛的至高法诀，这就卷起来。叶玲珑片刻也没休息，让玄影带着自己去了清玄宗秘境那个灵气最浓郁的莲花池里开始修炼。他花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才将这5个至高法诀都修炼到了1层，堪堪入了门。叶玲珑的修为也达到了筑基初期大圆满。睁开双眼，他呼出了一口气。他回忆了一下原著里的剧情，叶荣月如今成为了他们这一届的第1天才少女，整个下修真界已经无人不知了。叶玲珑沉默了2秒钟，一个筑基初期，一个筑基中期，一个学了5本法诀但都只会1层皮毛，一个学了3本法诀但是已经全部融会贯通，而且战斗力超强，一个还在跟别人家的剑灵每天对骂，一个已经拥有自己的灵剑、自己的灵兽、自己的火灵。这他妈差距竟然越来越大了。叶玲珑一口老血吐出来，真的人麻了。砰的一声，叶玲珑倒在了地上，不想努力了。有这个力气，还不如去监督一下师兄们，让他们去卷好了。反正只要他们卷赢了，自己也就跟着躺赢了。忽然间，他感觉到自己的手腕上有轻微的动静，他竟然醒了。这还是除了他喂血唤醒的时间以外，他第1次主动醒来呢。你醒啦！小黑蛇将脑袋贴在叶玲珑的手指上，一下又一下地蹭着他的手指头。要不要我再给你喂点血？小黑蛇摇了摇头，然后便懒懒地趴在他的掌心里。叶玲珑忽然想到了他的 SPA 符，他赶紧拿出来往小黑蛇的身上贴了一张贴下去，小黑蛇一点反应都没有。别浪费你那些破符了。为什么？你之前不是搞了几张缩小符吗？往自己身上贴一下，然后跳到莲花池里的青莲上去就知道了。飞到青莲的中间，那一瞬间他整个人软成了一滩泥，倒在了莲花的花心之上。这青莲的灵气冒的是他的 SPA 符的10倍不止，即便是烈火焚身、遍体鳞伤、筋骨尽断的人躺在上面，也要舒服的感觉不到疼痛了吧。这时小黑蛇飞到青莲心上，长长的身体环成一圈，把缩小版的叶玲珑环在正中央，然后脑袋放在叶玲珑的脑袋旁边，懒懒的躺下。叶玲珑笑着翻了个身，额头碰着小黑蛇的额头，感受它冰凉的鳞片带来的舒服触感。玄影，离开了青莲，他是不是就感受不到灵气浸润的舒服啦？是啊。那我是不是不应该把他带走啊？当初是他自己选择跟你走的，你觉得呢？叶玲珑一愣，小黑蛇宁愿放弃这个舒适的地方跟着自己要是趁他沉睡将他留下，他醒了该多伤心啊。豆芽菜，你要是觉得亏待他了，你就好好的修炼大重生术，疯狂的练，拼命的练，往死里练。他今天呢能够主动醒来，是因为你变强了，你修炼的大重生术啊在帮他养伤呢。叶玲珑瞪大了双眼，效果这么厉害的吗？虽然呢你才堪堪练到1层，可那也是至高法诀的1层，远不是外面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法诀能比的。这话一出，叶玲珑顿时跟重新打了鸡血一样，什么不想努力了，什么全靠师兄卷，不存在的。就算是为了小黑蛇，为了自己，他也不可能开摆啊。至高法诀厉不厉害你说了不算，得试试才知道。你等着，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怎么了，小师妹？六师兄，我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眼看着小师妹熟练地打开秘境大门，这么复杂的开启方式，小师妹是怎么会的？不是说了金丹期以下不能随便进入秘境吗？该不会是上次大师兄带他进剑冢取剑的时候，被他一字记住了入门符文吧？他的前面有一个奇怪的半透明的阵法，而他刚要停下，就被小师妹从背后猛地一推，整个人被推进了那个阵法里面。从外面看，
阵法不过一个房间大小，但是进去之后却发现这个阵法竟然大得一眼看不到边际。小师妹，这是什么地方？六师兄，你尝试一下运转体内的灵力看看。宁明成心底有一股不好的预感。怎么会这样？我竟然只剩下筑基期的修为了！我这几个月刻苦修炼都已经到了金丹中期，难道是因为这个阵法？六师兄的小脑袋瓜好聪明哦！我花了3天时间搭了这个阵法，在里面所有的人都会变成筑基初期。那为什么是筑基初期呢？因为我是筑基初期啊，我想跟你们对战，可是我又没办法迅速突破，我就只能把你们拉低到跟我一样的水平。他说的好有道理啊，他竟无法反驳。把别人的修为拉到跟自己一样低，然后虐打别人，是吗？是这个意思吗？哎呀，别愣着了，快来试试我这个新作品！我好兴奋啊，我终于可以跟师兄对战了！哎，六师兄，看招！不得不说，宁明成不愧是上金丹期许久的人，即便是修为被压制了，实力还是不俗。但他越强，叶玲珑越是兴奋，两人打的那叫一个酣畅淋漓，爽得不得了。但渐渐的，他发现小师妹练完了招天神剑诀，还要练凤凰神火诀；练完了上善若水诀，还要练大重生术。再来，小师妹，咱歇会儿吧，你不累吗？是有点累，但我还可以再坚持一会儿。六师兄，你竟然坚持不住了？不会吧？不会有人比我还柔弱吧？传说中比小师妹还要柔弱的宁明成，顿时心态就崩了。我不懂了，我一个修炼了那么多年的金丹，为什么耐力会不如你一个筑基啊？或许，大概，可能是因为我做的这个阵法压制了你的修为的同时，也降低了你各方面的水平。这个阵法只压制我一个，你不受它影响？是啊。听到这回答，宁明成顷刻间倒在了地上。他不玩了。六师兄，你怎么倒下了？我没伤着你啊。如果伤心不算的话，小师妹确实没伤到自己。六师兄，你不会是心态崩了吧？你这么脆弱的吗？我也不是故意的。小师妹，我认输了。哦，那好吧。小师妹，你听到那些声音了吗？听到啦，是妖兽要冲过来了。当心，兽潮冲着我们来了！好的，我做好准备了。在兽潮冲过来的一瞬间，叶玲珑和宁明成一起杀了上去。杀着杀着，宁明成忽然发现，这些妖兽身上贴有奇怪的符纸。哎，六师兄，你别撕它！叶玲珑出声提醒的时候，宁明成已经撕掉了。那只被撕掉符纸的妖兽体型瞬间变大再变大。六师兄，快跑啊！他体型恢复了，我们打不过了。小师妹，这妖兽又是什么情况？3天时间来不及搞那么精细嘛，我只来得及做一个房间大的阵法，空间太小了不够用，我就设定进入阵法的人自动缩小100倍。他说怎么这个阵法在外面看着那么小，进来之后一望无际的那么大，原来是自己小了。小师妹，我在里面打不过你，不如找一个更强的来跟你对战，否则一直跟我这个手下败将打，对你来说提升实在不够。是吗？是啊，我看大师兄就不错。你不是说我这几个月修炼的火系7层法诀效果很不错吗？是时候看看大师兄这3个月的修炼成果了。对哦，大师兄的实力提升才是最紧要的，他必须要在叶荣月对上他之前，从元婴突破到化神。小师妹，我们快回去找大师兄。好嘞。宁明成心情雀跃的带着叶玲珑回了青兰峰。在他走进大师兄院门的那一刻，他头也不回的走了。大师兄，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裴洛白坐在叶玲珑的阵法之外，大口的喘着气。他回头看了一眼阵法里那些被杀光的妖兽的尸体。小师妹，最近七师弟总是忍不住想出去挑战别的门派，要么让他来试试这个阵法的厉害，你看如何呀？啊，可是大师兄，我们这还没练完呢，一会儿还有一批新的妖兽会进来。留点给七师弟吧，他这个人最是好战。好的。裴洛白决定，此番回去之后，他一定不再懈怠。只要不碰到小师妹，
他愿意闭关苦修，不眠不睡。眼看着叶玲珑走去了季子卓的院子，裴洛白身形一闪，没了踪迹。他已经吓跑2个师兄了。齐师兄，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清玄宗秘境里，叶玲珑的阵法之外，季子卓和叶玲珑2个人躺在地面上一动不动，全身贴满了 SPA 符。小师妹，玩还是你会玩？我以为我建议解开一只妖兽的缩小符，尝试挑战他，这个主意已经够疯狂了。结果你比我还疯啊！一次解了10只妖兽，牛啊！齐师兄谬赞啦！我偷偷告诉你哦，我当时一次性解开10头妖兽的缩小符的想法是，万一我们打不过那只妖兽，剩下的9只可以帮我们打它。小师妹，你说你这么有本事，只留在清玄宗祸害同门，实在是太浪费了。齐师兄，听你语气像是有好主意的样子。有啊，我们出去玩吧。你想，我们在这里怎么玩，消耗的都是自家的资源，可出去玩就不一样了，那争抢的是公共资源，可比这赚多了。你说的对，出去玩的话，别人就能够见识到我们的优秀。没错。季子卓跟叶玲珑一拍即合。那咱们现在就出去玩吧。齐师兄，我们先去哪里好呢？去大金山吧。这个他知道，原著中大女主叶荣月去过这个地方，也就是在里面，她遇见了男主昆吾城首席大弟子司玉晨。他最喜欢看热闹啦，2人连青莲峰都不回了，御剑直接飞往大金山。他坐在玄影身上，手里拿着一支笔，在不停地画新符文。怎么还有人能一边御剑一边坐在剑上写字啊？学习这么用功的吗？咱修仙界不考笔试吗？他御剑都不用看路的吗？速度这么快也不会撞到，他好厉害啊！诶，他看起来好小啊，豆芽菜那么小，这么小也能御剑吗？听到豆芽菜这3个字，叶玲珑唰的一下抬起了头。他长得好可爱呀，是世家的小血吗？是我管束不周，让师兄妹们无礼唐突了姑娘，在下替他们向你道歉，大惊小怪冒犯了姑娘。他们说的都是实话，算不上冒犯。修仙界确实不考笔试，但是我年纪小，大字不识几个，正在努力的念书识字，争取不做文盲。还有啊，我御剑从来不看路，要是撞到了人算他倒霉，撞到了山算我倒霉。以及我确实很小，但不是豆芽菜那么小，因为我比豆芽菜还要小。那么大一个人，转眼就变成了一颗绿豆那么点大，确实比豆芽菜还要小。最后，刚刚说我可爱的那位同道，你很有眼光哦。叶玲珑的一系列操作，把隐月宫的弟子全给惊呆了。师兄，他好有趣啊，我好喜欢他。哎，他们才2个人啊，要不然我们跟他们结伴同行吧？是啊，他还会变大缩小，小年纪看起来就好厉害的样子。这才刚出门，大金山都还没到呢，就有人来跟他抢小师妹了。我看你的笔坏了，我这里正好有一支不错的笔，我送给你吧。谢谢你送我的笔，那我也送你一样东西吧。喏，这是我独门秘制的符纸，改良了8次的最新版，外面绝对买不到的。贴1张舒服，贴2张超爽，贴3张原地升天。我叫雨星舟，不知姑娘芳名？我叫叶玲珑。叶姑娘您好，那我们以后就是朋友了。我是他的师兄季子卓。季师兄，幸会。好说，见面礼交换完了，你可以回去了。不知2位是否要前往大金山？是啊。听闻大金山上出现了不少异象，比起之前要更危险的多。不如我们结伴同行，相互有个照应，如何？七师兄啊，人多好搞事儿，带几个隐月宫的弟子在身边，多少有些威慑力，不然什么杂七杂八的人都过来找事儿，很耽误事的。毕竟他是要直奔大金山秘境，亲眼见证男女主与他们永相随舔狗之间爱恨情仇的大型狗血现场的人。那我们便同行吧。听到他们应下，隐月宫的那几个弟子都高兴极了。为了表示友好和喜悦，雨星舟还当场拿出了一张叶玲珑刚刚给的符，啪的一下贴到了身上。
小师弟！然后下一秒，他便从自己玉的剑上面掉了下去。小师弟他怎么贴了个符就变了个样？师姐你别误会，叶姑娘这符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我自己没有料到它的效果一开始有些遭不住啊。来，给我一张。下一秒，他的身影消失在了半空的队伍之中。哇，好东西，好东西！叶姑娘，我也想要，我待会儿找个东西和你交换。到了大金山，6个人平稳地落到了地上。刚落地，徐之锋他们3个人就拿出自己压箱底的宝贝来跟叶玲珑交换 SPA 符。叶玲珑表演了一出内心不舍、忍痛割爱的戏码，然后含泪收下大家的宝贝。小师妹的 SPA 符轻轻松松，日均画个100来张，抠抠搜搜的，一人才给了10张，但却换了别人不少好东西。他们一行6人往大金山脉深处走去，遇到妖兽，基本上是他们4个筑基期的上去练手。杀掉妖兽之后，叶玲珑每次都会把尸体捡起来带走。一行人越走越深，忽然间，前面传来了一声尖锐的鸟叫声。金翅鸟是叶玲珑到大金山脉历练以来见过最强的妖兽。你们都给我站在后面看着，谁也不许动。今天就是我和他的生死一战。那你要是打不过了，就大喊，我马上冲过去。不会有那个时候的。叶玲珑满不在乎地挥了挥手，然后足尖一点，扛着玄影就冲了上去。他刚冲到金翅鸟的前面，挥动长剑一剑砍了下去。这时他的耳边忽然间传来密密麻麻的叽叽喳喳的鸟叫声。他猛地一抬头，看到那一棵树上竟然站了无数的金翅鸟，吓得叶玲珑转身就跑。看到他刚出了一招就转身跑，你这是打不过吗？你别着急，我来帮你。跑啊！我天，怎么会有那么多金翅鸟？眼看着就要被金翅鸟追上，叶玲珑赶紧从戒指里摸出一叠符纸，给每个人都贴了一张。符纸贴上，他们的速度提升了好几倍。这家伙也太帅了吧！我做梦都没有想过有一天我跑那么快。这玩意儿好啊，逃命必备。玲珑，一会儿我给你买一些，你可别舍不得啊。叶玲珑沉默了好几秒，然后一脸认真的开口：这些金翅鸟的翅膀真的是金做的吗？把这群金翅鸟抓了全部拿去炼化，会不会得到很多金？这些金都拿去炼器卖给金属性的修炼者，能赚好大一笔吧？钱啊，金光闪闪的好大一笔钱啊！修仙就是烧钱，不得赚够了才有的烧吗？七师兄以及隐月宫的各位同道们，是时候发挥出你们的作用了。你们吸引住这些金翅鸟，千万别让他们往别处跑了，必要的时候可以回头去捅2剑，拉个仇恨。他从戒指里再掏了一张加速符出来，贴到自己的身上。他以超快的速度飞出了金翅鸟的追踪范围。小师妹，你去哪儿啊？给我1刻钟，我马上就回来。在我回来之前，你们千万要撑着。他们就这么被叶玲珑给丢下了。大约过了1刻钟，叶玲珑还真的回来了。现在我们该怎么做？跟我来。于是他们6个人带着一大群金翅鸟绕了一大圈，然后往他们原本栖息的那一棵大树飞了过去。就在他们快要飞到那棵树附近的时候，忽然前方迎面而来一个人，那人的身后也跟着一大群金翅鸟。兄台，我看你面带福相，过了今天这生死一关，未来必定修为大成，功成名就。我要是过不去这一关呢？有我在，不可能。你能救我？能，1万枚下品灵石或者10枚中品灵石，我救你一命。死马当活马医，那倒霉蛋一咬牙，掏出了10枚中品灵石，递给了叶玲珑。叶玲珑2张加速符贴到了他的身上，下一秒，嗖的一下，他的身影迅速消失在了叶玲珑的面前。你好歹跟我说一声啊！超速撞树也是会死人的。飞到那棵大树前面的时候，叶玲珑掏出了一叠加速符，在每个人身上又贴了一张。现在以最快的速度穿过那棵树，飞过去。无数的符文在这棵树的周围亮起。这时他们才看清楚，原本栖息了无数金翅鸟的这棵树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符纸，而里面的金翅鸟像是看不见外面似的，失去了追踪目标，不停地在那棵树周围绕圈圈。原本看起来普通的树，顿时哪儿都是金光。就是现在，我们的复仇时刻来了！
只见叶玲珑上前一步，双手在不停地运转灵力施法，凤凰闪火诀。快来帮我顶不住了！他这一喊，季子卓最先反应过来，抢在所有人前头，飞到叶玲珑身后，往他的身体里注入灵力。于是大批人马往这边赶过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离奇的一幕。这是什么火？好厉害呀！金翅鸟很凶悍的，这几个人什么修为啊？至少也得金丹吧，元婴肯定有。喏，打头阵的那个豆芽菜肯定是元婴啊。等下，他看起来那么小，怎么可能是元婴啊？你不懂，修为上去了，可容颜永驻，可返老还童。哼，你还真懂，谁返老还童会把自己反成个豆芽菜的？对于火系丹灵根的天才，叶荣月对火焰的敏感度比任何人都要强。这火焰绝对不是寻常火焰。千仞镜，大金山脉那边的火焰是什么情况？凤凰神火诀。凤凰神火诀在谁的身上？叶玲珑。怎么会是他？怎么会？叶玲珑花了整整1天的时间，才堪堪把金翅鸟练完。小师妹，小师妹，你没事吧？你别吓我呀！七师兄，斯帕芙呢？赶紧给我贴上，再把我放平躺着，我累得魂都脱了。有人趁着他们围着叶玲珑的时候冲上去，一剑劈开残余法阵，正准备往里面抢金呢。一个大反弹，直接把他劈过来的力道全部反弹回到那个人的身上。有偷子！七师兄，抄家伙！叶玲珑刚喊完，季子卓便冲了过去，长剑一挥，瞬间跟那些围上来想偷金的人打了起来。不好，那边的人好多，我们快去帮子卓。一梦，你在这里护着玲珑。徐志峰说完，带着雨星舟和于承志提剑冲了过去。人刚冲到，还未加入战局，季子卓面前已经躺倒了一片。这恐怖的战斗力，他也是金丹啊，怎么就打不出这种效果？子卓他不是水系修炼者吗？水系的不都挺温柔的吗？抱歉，许久不打手生了，下次必不会再让你们见笑了。说实话，他们没敢笑。再往下走，就是大金山脉的深处了。一旦到了深处，迷雾团随时会出现把我们卷进去，那就危险了。我们找个机会跟他们分道扬镳吧。通行了这么一大段，我看也差不多了。不如你去说。你怎么不去说？我有一计。喏，这个符纸给你啊，还有这个图纸给你。一会儿你找个地方用你的水系法术弄一团雨云来，然后呢，按照图纸上的方法把这些符纸贴到你的雨云上。会怎样？雨云就会变成迷雾团的样子，朝着我们倾斜而来。我们呢就假装四散逃跑。嘿嘿，懂了，小师妹，你主意可真多呀。季子卓拿着符纸迅速地离开了。玲珑，子卓这是去哪儿了呀？他刚刚看到前面有动静，就过去查看了。太冲动了吧？他一个人离开的话，会很危险的。放心，他很快就会回来了。叶玲珑没有撒谎，因为季子卓真的很快就回来了，而且他是一路狂奔回来的。有一团巨大的迷雾云朝着他们飞速而来。迷雾云来了，快跑！徐志峰大喊一声，所有人迅速转身就跑。小师妹，你这符文的效果也太好了吧！这铺天盖地的威压就跟真的似的。你看，你把隐月宫的那些人全给吓跑了。感谢七师兄的抬举，虽然我真的很厉害，但这迷雾云不是我做的。啊？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他就是大千山的迷雾云，货真价实，童叟无欺。那还愣着干什么？跑啊！小师妹，你这是在做什么？七师兄，原著里说了，这迷雾云把人卷进去之后，会把人随机放在秘境的某一位置，就算是一起被卷进去的人，也会被分散开来。什么原著，什么秘境啊？
小师妹，你别说了，迷雾云马上就要吞没我们了，快跑啊！啊！师兄莫怕，你是不是有其他准备？有，这黑布我们一人一条蒙住眼睛，眼不见心不慌。所以，他到底是哪里想不开，要和小师妹一起出门啊？清凉香甜的液体滴在他的脸上，他下意识地伸出舌头去卷了一下，好香好甜啊！这是什么味道？耶，这花他好像认得，是冰雾花。这时，他的耳边忽然传来了一道轻微的嗡嗡声。叶玲珑噌的一下跳了起来，他刚起来，腰间的绳子忽然一紧，他差点没站稳。哦，对了，七师兄，他把七师兄给绑进来了。七师兄，你快起来！别喊了，让我歇会儿，我五脏六腑都移位了。他赶紧拿了片树叶，接了点冰雾花露，滴进他的嘴巴里。叶子卓瞬间复活，魂儿一下子就回来了。小师妹，你给我吃的什么东西啊？好好吃啊！哎呀，你别吃了，我听到3级妖黄蜂的声音了，准备打架了。这不就是3级的妖黄蜂吗？有什么好怕的？来一个打一个，来2个打1双啊！七师兄，那如果是来的一大群呢？打吗？打个鬼啊！跑啊！七师兄，我有一个想法。你别有，你什么想法都不准有。可是七师兄那是冰雾花哎，它的花蜜真的很有用，很好吃。碰上了你不想要？不想。七师兄，富贵险中求，咱们来秘境里面历练，不就是为了杀怪夺宝提升自己，又积攒财富的吗？不是。七师兄，你看到前面那个池子了没有？你知道妖黄蜂怕水吗？躲进去就不会被它给蛰到了。我看到了。那我们先跳湖里避避风头。七师兄，准确的来说是你跳，不是我们跳。季子卓浑身一僵，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什么意思啊？意思是咱们奋斗行动，重任交给你，赚来的4、6分。戒指里把刚刚藏起来的沾了蜜露的树叶沾到了季子卓的身上，那一瞬间，香甜的气息散发开来，身后追击他们的妖黄蜂发疯似的往季子卓的方向冲。这时，叶玲珑一个拐弯，立即跟季子卓分开成2个方向。沾了花蜜味道清理不掉的季子卓已经开始怀疑小师妹是不是别的门派送来的细作，以残害同门为己任，只要弄不死就往死里弄。终于来到湖泊前面，他毫不犹豫地纵身一跃，跳入了水中。奇怪了，传说中妖黄蜂是很记仇的，他们怎么放弃的这么干脆？他猛然回过头去，看到了湖水里的东西，他吓得赶紧疯狂往上游，在露出水面的一瞬间大喊了一声：小师妹，救命啊！下一秒他便被重新拖回了水里。另一边，滴答嗡嗡，滴答嗡嗡嗡，叶玲珑眉头一皱，他猛地抬起头，七师兄救命！叶玲珑万万没想到，那群3级妖黄蜂被引走了，还有一只蜂王留在了冰雾花的旁边。叶玲珑手执玄影，脚贴加速，身贴防御，剑贴攻击，用符纸加满了所有的属性之后，开始了跟4级蜂王的疯狂对砍。凤凰神火诀、朝天神剑诀、上善若水诀、大重生术，大重生术，大重生术，继续疯狂大重生术。叶玲珑用尽了所有的法诀，最后全靠大重生术不断给自己治疗苟活。自己活命手段实在是太多了，导致他一个小小筑基到现在都还坚挺着没倒下。哎，有办法了！他从戒指里掏出了一只3级妖兽的尸体，在尸体上面贴满了爆炸符，然后将那只妖兽的尸体往冰雾花的方向扔了过去。我的大宝贝啊，快去帮我把冰雾花给偷了！